大家好，这里是泥人的黑噪音。先说结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位置呢，处于中低端这个位置。但是呢，它又有着自己很难被短期内替代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中国经济发展的优点和它的缺点呢，也刚好体现在这一个特点当中。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啊，它总是被说还是那个世界工厂，还是那个只做中低端加工业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大国。但是也有的人说，那不是了啊，中国已经不一样了，中国现在呢已经成一个高端制造业大国了，已经把美国的饭碗都抢走了，所以川普才这么着急嘛。而且中国你看有什么宁德时代、小米、比亚迪一大堆也是很厉害的企业嘛，中国的制造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很 low 的状态了。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呢？就好像都是对的啊。一方面呢，中国好像确实，这个制造业呢也确实不像以前那么低端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还是存在这种大量的低端制造业，这种纺织品啊，像这个 Shein 和 Temu 上面卖的这些劣质的小商品。那么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它到底处于全世界一个什么位置呢？就像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一样，它是一个很复杂，像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理清一下中国在全球的这个供应链上呢，它究竟的这个位置在哪，以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首先得来看一下什么叫产业链，什么叫供应链。我们先把定义搞清楚一点呢，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产业链呢，是指一个产品从最初的设计构思、原材料采购、核心零部件的制造，到最终组装、分销、售后的这样一个完整流程。这个链条可以拆分为以下的几个核心环节。第一点呢是上游，也就是研发设计，还有它这个原材料。第二点呢是中游，就是加工制造，还有组装，还有测试。下游呢就是品牌、销售，还有它的这个服务。我刚刚说的这几个产业链的环节呢，它每一个环节它的要求、它的价值都不一样。那么中国它处于哪个位置呢？其实啊，三者都有。就中国呢，它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待它的产业呢，不能只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它。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既有那种很低端的袜子、鞋帽，然后一些三无产品，还是有大量的这种劣质小商品还是存在的。但是呢，也有高端制造，也有中端制造，上中下游呢都有，这就是中国现在产业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呀，是中国的这个核心的最有价值的制造业，也就是它的终端制造，也就是机电产品。但是在聊这个机电产品之前呢，我们需要再搞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全球的价值链。我刚刚说的是产业链或者供应链，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全球价值链呢，才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才是奠定我们这个世界规则的东西。我们光说供应链呢，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供应链它只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但它不是价值的过程。那我们就来看看价值链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全球的价值链呢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它一般呢涉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比如丰田、索尼这样的公司，他们通过先进的技术和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并且主导全球的这个价值链。也就是说，他们用资本和技术这两把利剑呢，就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这样的王者，在全球各地去控制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链条。那还有一种呢是买方驱动型这样的一种全球价值链，它的主要集中点呢就不在于刚刚说的技术和资本了，而是在品牌营销，还有它这个零售网络。像优衣库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优衣库的门店全都是直营，专注于设计和品牌，工厂呢只是为它代工。用苹果公司 CEO 库克的话来说呢，什么是价值链？他们呢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国家和地区去挑选他们认为你这个地方擅长什么，这个地方擅长什么，然后呢他再让你指定的地方去给他制造一个指定的配件或者去组装。它是这样一个主动选择的优胜劣汰的过程。他是这个全球老大，然后呢全球各个地方是他的给他的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没有富士康、苹果你也造不出手机来。但是话是这么说，其实人家还真有可能能造得出来。所以就是在中国这种民族主义叙事之下呢，有时候会把中国自己在这个产业链上的位置拔得过高，就有这个原因。富士康它有什么替代者呢？其实就是立讯精密。
苹果呢，它是刻意的培养了立讯精密这样一家公司来作为富士康的一个替代者。这样一来呢，苹果它也不会再反向依赖你这个代工商。如果有一天出现重大的问题的话，它可以找立讯精密来取代富士康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啊。但这个博弈的主角呢，当然还是苹果的总公司总部了。那么你们这些代工商呢，到底还只是它这个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罢了，是受苹果控制的，是由苹果指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啊，在全球价值链上，最重要的、最赚钱的呢，是要把它想出来，也就是研发，还要把它卖出去，就是你的市场。至于把它造出来，这个中间环节呢，其实并不是那么最重要的，或者说最有赚钱的。那这一点呢，我们从一个苹果手机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吗？一台 iPhone， 假如说它的零售价是$1000左右的话，它的设计来自于苹果总部，处理器大多是台积电来加工的，屏幕呢，三星和 LG 来供应，镜头的模组又是来自索尼，最终呢，由富士康在中国的大陆组装，每台大概呢只赚$3到6。所以说，中国的产业链位置还处于那个帮人家代工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它的价值呢并不高，赚的呢也只是我刚说的富士康这样的类似很低的一个利润。所以说，中国想要提高自己的价值链位置呢，就是要尽量的去想出来和卖出去的这两头，而不是只沉浸于制作这个东西。那么说到这个两头和中间的制作呢，咱们就引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微笑曲线。咱们就来看一下什么叫微笑曲线。微笑曲线这个理论呢，最早是1992年由台湾的这个宏基创始人施振荣提出来的。他说啊，在一条产业链当中，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在两端，也就是研发和营销，中间的这个制造加工附加值是最低的。这条曲线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脸，越靠两端越赚钱，越靠中间呢越苦力。就像是一个两边都高中间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具体来看呢，在左端也就是创新端，包括产品的设计，还有核心专利、软件系统，代表的国家就是美国呀，还有以色列，还有欧美、日本的一些国家。那么终端呢，一般就是制造端，负责生产、组装还有检测。当然，代表的国家就是中国、越南、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了。在它的右端呢，就是品牌端，包括市场运营、品牌溢价、渠道控制，代表的国家，比如说像日本、欧洲、美国，都是这样的一些国家啊。那么我们现在初步的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确实已经很厉害了，但它仍然处于这个微笑曲线的底端、中间段。那么它的附加值低，所以说中国呢只是一个规模取胜、体量取胜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中国可以代工很多全球大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微笑曲线终端的生产过程，不管是配件还是组装，中国都可以做。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尽管中国这个体量巨大，生产水平也挺高的，但是因为你不是主导这个微笑曲线的人，你不是画出微笑曲线的人，你只是承担中间这一段的，那你注定就还是处于一个所谓的洼地，而不是真正的那个主宰者。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是技术还是话语权还是利润还是这个决定性的规则呢，全部都不由中国的制造业来说了算。中国的制造业呢，到底还是属于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位置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中国承担了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中国被动的接受了这个供应链核心的相当高的比例，但是呢，它不是供应链的主宰者、主导者，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果想改变这个供应链的话，它是没有话语权的，它没法去决定和改变这个东西，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问题呢，其实相当的关键，也是我们平常所忽视的。那我们再透过一些数据来看一下，中国它作为这个中间的这个制造业，在全球到底又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首先，中国的制造业规模，那自不用说，在全球比重太高了，30%，是美国的1.6倍，比德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但是这个出口结构呢，就是偏中低端。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机械设备、电机产品，也就是所谓的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例呢，大约是59%，有60%这样的一个比例，相当的高。这也是中国最有优势的一个门类。还有就是什么服装家具玩具塑料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出口美国很多，出口欧洲呢也很多。这种呢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大约是17%。还有一些真正的高技术产品，但是呢就相当的少了，比例很低了。其实中国仅有的一点高端产品的出口它也不是说自己研发
然后自己创造的，更多的呢是一种组装出口，这个呢也算到了高端产品的出口里面。所以总的来说呢，中国就是中端和低端大概各占一半这样的一个制造业结构，出口的结构。那这就是中国真实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啊，中国制造业最大的短板就还是这个高技术产品的不足，不管是从芯片、光刻机，还是到一些精密部件、精密设备，其实自主化呢都比较差。光刻机、芯片这些我就不用说了啊，包括一些精密的医疗设备，这种好多都是依赖进口的。我说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国产大飞机 C919 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已经是一个国产化率非常高的产品了，而且大家就是把它称作国产大飞机嘛。但其实啊 ，C919 大部分的最核心的大的配件呢，还是来自于欧美，尤其是来自于美国和法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它是来自于很多欧美国家的不同的这种精密配件组合在一起。中国呢，其实主要还是一个组装的角色，而不是原创的角色。最近呢，随着这个关税贸易战呢，就传出来一个新闻 ，C919 的一些核心配件现在出问题了，很有可能出现交付和运营上的一些障碍。那么这就体现出来啊，确实是在这方面还是所谓的被卡脖子啊，也就是说自主化率在核心的高科技的这方面还是比较差的。那么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平常说的比较少的，就是中国的这个专利不太行。中国的这个专利数量虽然很大，但是它的这个水平呢不太行，整体水平还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水平比例啊还是比较低的。中国呢，尤其是在这种基础性的这个发明创造上比较弱，也没有什么优势。在一些附带的，比如说像 DeepSeek 这样在别人的东西上面做一些改进的，这样的是中国的优势。但是从这个最底层建起的这样的专利和这样的创新呢是比较少的，这也是中国的这个专利为什么比较差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专利的比较差呢，就带来了一个中国的制造业迟迟的没有办法实现高端自主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问题完了之后，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中国企业这个品牌化呢也还是比较弱。我们刚刚说啊，在这个微笑曲线上，你怎样才能拥有你的主导能力呢？除了技术呢，就是品牌。我们想想苹果它最大的优势或者说它最大的资源是什么呢？不就是那个咬了一口的苹果吗？苹果作为一个品牌，它的这个影响力和它的决定性跟它的技术是一样重要的。但是中国呢，恰恰欠缺的最大的短板就是这一块。像比亚迪，虽然说已经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新能源车了，但是比亚迪的品牌效应还是相当差的。小米呢也是很厉害，是一家很伟大的公司，但是它在全球看来的话，小米品牌的影响力还是很弱。但是比亚迪和小米呢，已经是中国能拿得出手的最强的这样的品牌了。他们比起当年日本的索尼、松下，还有现在美国的这些大品牌呢，都差的是非常远的。甚至呢，跟欧洲的一些已经在衰落中的品牌相差的还是有距离。所以说啊，中国这个自主的品牌如果不提高的话，就像自主的这个高技术一样，都是不行的。你必须要用长久的这种经营，耐心的这种不断的强化自己的品牌影响力，保持在全球顾客当中高质量，同时有企业文化做铺垫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才可以。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来时间也是不够的。也许再过10年、20年，如果中国的自主制造业还是高速发展的话，可能会诞生一些世界级的品牌。但是现在呢，还远远谈不上。那么说完了这些啊，就要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开头说过的，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的经济的问题，它的优点和缺点呢，也恰恰隐藏在这个特点之中。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产业集群效应。产业集群效应啊，是近几年中国发展出来的一个制造业方面最大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呢，确实是很难被别的国家所替代的。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叫产业集群优势。产业集群呢，它不是一家工厂厉害、2家厉害，而是整个地区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在江苏常州有这个著名的汽车配件产业集群，这里有上百家的企业专门生产各种各样的汽车零部件，有的做发动机零件，有的做车灯，有的做座椅、轮胎，还有的专门提供这个设计、模具制造，还有运输服务、物流服务。这些企业啊，他们虽然做的东西不一样，但他们的业务都是彼此紧密关联的，互相都会帮扶。比如说呢，有一家汽车整车厂，它要生产新的车型，就不用再到处去找配件商了，它只要来常州，就能找到发动机啊、轮胎、内饰，各种各样的工厂都能找到。这些配件厂之间呢，他们也总是合作，
比如一家做轮毂的公司，它有可能会和做刹车片的公司一起给一个大客户供货。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小米的苏七，那有可能就在这里找这样的2家公司直接来进行合作，这样呢减少了物流成本，也减少了中间沟通的这个成本，非常的方便快捷。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附近呢可能会有一些大学、高校，还有一些科研机构，他们还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研发支持，在材料方面呀、驱动系统方面呀、就电池方面都可以进行一些科技方面的支持。产业集群效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些厂家呢很多都聚在一起，聚在同一个地方，一般呢就是一个地级市，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呢聚集这么多的企业，而且他们做的都是类似的，但是是不同环节的东西，他们有机的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当地的庞大的这样一个生产产业链。在中国呢，现在这样的产业集群有几千个，其中像汽车这一类的就有几百个，所以说它的这个体量按照每个地区再联合起来的话是非常庞大的。这些配件之类的呀，他们不光是满足国内的需求，也会大量的出口。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事啊，国外的一些汽车整车制造商呢，他们就来中国，在这个网上电商就直接可以订，不用再人直接过来了，就可以去订一些配件，然后直接发货。这些配件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来自这些产业集群地。然后这些网上订货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可选择性也是很大的，因为国内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厂商，他们还可以进行一些价格和质量方面的比较，对他们来说啊非常的方便。刚刚这是比较高大上的，还有一些低端的也形成了这样的集群效应。这种集群效应呢更强，它往往就是一个县的产品就给了全世界这个产业的一个供应啊。咱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棺材制箱啊，山东菏泽，它占了全国80%的这个棺材，日本的90%以上。日本人如果没有山东菏泽的话，举办个葬礼都难。还有这个小提琴制箱，是江苏泰兴黄桥镇，你看看一个小镇就可以做这样一个集群了。还有这个泳装制箱，辽宁的葫芦岛新城市，这也是一个小地方啊，就能造大量的这个泳衣供应全国。还有一个情趣内衣的集群地，就连云港，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产品，都是来自于一个小小的县，比如还有那个什么汉服，是来自于山东曹县，是吧？就虽然说啊，这个有时候是网上玩梗的一个段子，但是现实中呢，它确实是很多这个小地方、县城以及县级市，他们这个经济的来源，他们一个县就只专注于造这一样东西，然后给全世界都卖。这种模式呢，在中国已经越来越铺开了。这就是中国从中端到低端产业集群优势的一个表现。那么产业集群优势它这么好，就没有什么缺点吗？当然也是有的。首先第一个缺点呢，就是它的分布很不均匀。中国所谓的百强集群呢，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占比超过70%，其中江苏、浙江、广东3个省就集聚了50%的这个产业集群，西部的产业集群数量呢极少，就体现出来中国这个地区发展不均的问题更加严重了。第二点呢，是它这个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因为它很脆弱。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一个县生产，比如说袜子，那在贸易战或者说一些意外的情况下，你这个县的经济很容易受到巨大的影响，甚至瞬间就被摧毁，因为你们只依赖这一个产业，那也就是说你们具有高度的脆弱性，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可以从美国这个底特律它的经验就能看出来。底特律当年是汽车城，但是随着后来美国汽车的这个衰落，底特律这个城市也衰落了。所以中国如果出现这种贸易开始不足，然后产业呢开始衰退的情况，中国啊一定会出现很多个底特律，这样一幅场景呢也是我们现在不敢想象的。所以说这个模式呢，它其实本身有点不可持续性，也是很脆弱的，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产业集群的缺点呢，就是大家一拥而上，就是所谓的内卷，因为每个地方都在造很多类似的东西，每个地方都在上马所谓的这种什么高质量制造啊，什么高质量发展。那这个东西大家上马太多以后，这个同质化就很严重。有时候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个城市在造，很多不同的城市也有类似的产业集群，然后就形成这种拼命的内卷，工人的工资呢卷到极低，产品的价格呢也卷到极低，最终呢只是成就了那些采购配件的人，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自己人呢卷死也赚不到钱，最后几败俱伤。那么这种情况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现在都在呼吁解决但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中国这个产业集群它形成以后，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劣势，它的优势来自于大家聚在一起，生产的成本低，对吧？一条线一条龙，从头到尾全给你造出来，一天之内你想要的东西全给你配齐，这个效率是难以想象的。然后成本低，工人的工资低嘛，然后物流成本低，沟通成本低，厂房便宜，所以
整个这样的一个优势，它恰恰就是劣势，就是我说的卷，导致中国这个产业集群优势并没有让民众占到很大的便宜，民众呢没有赚到多少钱，现在呢失业率还是在上升，民众的收入呢还是在下降，内需呢还是不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中国的产业集群发展的还是如火如荼，每天都在上马，不断的新的项目，高大上漂亮的这种集群的不断的产生，但是呢中国现在内需还是在不断的下降，老百姓还是赚不到钱，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非常矛盾，但是又体现出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结构问题的缩影。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印象中的中国制造业，它已经是全球的 No.1， 是全球的这个老大，但是呢它只是规模取胜，成本取胜，它仍然处于这个微笑曲线的中间，也就是洼地这一段，所以它的附加值还是很低的，赚不到多少钱。那么中国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产业集群效应，但是这个效应呢也带来了现在一个最大的经济的问题，就是过度的内卷，以及没有办法再去创新，没有办法再去扩大内需，导致整个经济的结构出现了一个扭曲。那么解决之道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要加强这个行业的规则建设，还是要去规范很多的事情，就不能总是任由其发展因为当你拥有了法律法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就规范起来了。这个东西不是说靠政府的一纸政策一纸命令去规范的，并不是说政府规定你这里发展什么那里发展什么，它不是这样规定的，而是政府呢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还有政策，还有关于呢这个比如说工厂的员工、工厂的制作工艺水平，还有行业标准、行业协会起到作用，这样一系列的这个东西要起来之后呢，才能让整个行业不断的向上。不然的话他们只会说，那我现在做这种低端的制造就够了呀，我就赚这份钱我就满足了，我干嘛非要往上游爬呢？为什么要做那么好呢？我更懒得去建设品牌了。只有当我刚刚说的这些规则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人们才有机会有动力去做更好的东西，因为那样他们会受到更大的保护，同时得到更大的利益。这呢也是当年不管是欧洲，比如说意大利，还有一些新兴国家，他们这种产业集群起来的时候共同走过的路。如果走过这条路的话，那中国的经济前景可以说是一片光明。那么就回到了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要建立法治，一方面呢要建立好这个分配制度，让老百姓也要赚到钱，让老百姓赚到钱之后呢，大家才有更多的心情和动力去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更好的品牌，或者更好的一个产业集群，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沉溺于这种低端的东西，或者就永远当千年老二给人家打工。所以说法治和规则仍然是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